欢迎来到热点新闻频道，请订阅并关注以获取最新资讯。31岁白敬亭再创新高，此次令郑晓龙与娱乐圈皆静默了。在娱乐圈这个变幻莫测的圈子里，有些人靠一阵子的火爆成名，转眼就成了昙花一现；也有人在绯闻和炒作的流量大战中迷失了方向。不过，有个演员就像拔节生长的竹子一样，靠着自己不断努力，在演艺圈里一步一步走得稳健。他就是白敬亭。最近，他再次突破了自己的瓶颈，凭借难哄入选亚洲内容大赏视帝，整个娱乐圈都被镇住了。比起国内的飞天奖、白玉兰奖这些奖项，亚洲大赏的视帝更看重的是体现区域的标杆作用。它象征着演员的演技水平得到了整个亚洲市场的认可，已经不只局限在中国了。这次白敬亭能拿下亚洲大赏视帝，基本可以看作是他演艺道路上一大飞跃，意味着他在行业里的地位再上一个台阶。毕竟这5年来，在我国男演员里，只有胡歌凭借《繁花》拿到2024届的视帝，算是挺特别的一个成就了。这回白敬亭可是要和朴宝剑这些靠谱的演员一块儿拼视帝了，竞争挺激烈，压力也是真的不小。不论最后结果怎样，这次能入围已经说明他获得了亚洲市场的肯定了。白敬亭也算是给大家展示了一下，偶像演员和真正有实力的演员之间，并不存在无法逾越的墙。作为没经过专业培训的演员，白敬亭一露脸就一直受到各种批评。有人觉得他总是扛着偶像的包袱，角色反复重复，差不多都一样。在他刚出道的那会儿拍的青春校园剧，比如《匆匆那年》、《旋风少女》和《夏至未至》，里面大多都是阳光帅气的小伙子模样。他靠着那份清新亮丽的外表，逐渐崭露头角，成了青春校园剧里的佼佼者，稳坐流量明星的宝座。不过在观众眼里，这每一个角色都像是原汁原味的展现，根本看不出什么演技的痕迹。甚至有观众直接调侃说，白敬亭用同一张脸扮演了各种名字的角色，几乎没啥差别。其实，这样的质疑谁都经历过，像杨幂、杨紫这些一线明星，甚至是拿到亚洲大赏视帝的胡歌，哪一个不是在批评和否定声中成长起来的呢？其实，他们所遇到的困难比白敬亭要轻松得多。像在白敬亭刚出道时，记者老喜欢用刻薄的言语刁难他，还会用尖酸刻薄的话题问他的私生活。像你不会喜欢男的吧，或者你现在是处男吗？这种不尊重人的话特别常见，弄得他特别难堪。那会儿自己还算不上什么大佬，没有什么话语权，只能咽下委屈，任人羞辱。别人的怀疑和否定并没有成为压垮白敬亭的重担，反倒成了推动他不断前行的动力。随着他饰演的偶像角色越来越多，演得也越来越熟练，心里渐渐意识到，一直在舒服圈里打转，结果发现舒服圈其实也变成了自己放不开的强援。他开始敢于尝试各种题材，直到2018年。终于迎来了自己演艺路上的转折点，在古装剧《天盛长歌》中饰演顾南一。因为之前从没尝试过这种角色，想要把他演得不错，他可真是拼尽了全力，付出了不少努力。比方说，他提前几个月就拼命练剑，发烧了还坚持和导演琢磨那些细节。就靠这些付出，他通过剧中那锐利的眼神和干脆的动作，把顾南一的孤傲和深情都演得淋漓尽致。这个角色不仅标志着他花瓶偶像形象的终结，也意味着他多面发展的新起点。后来，白敬亭开始有意地打破观众心中固有的印象，他逐渐在《平凡的荣耀》里演起了刚刚步入职场的孙艺秋。此外，《你是我的城池营垒》中也扮演了特警队长邢克磊。尤其是邢克磊这个角色，
他把从小白变成硬汉的反差演绎得淋漓尽致，真是让人眼前一亮。为了把文弱书生塑造成硬汉形象，他不仅的增重15斤，还得和特警队一起训练2个月，真是拼了。他还得亲自上去搞爆破场面，几回被热浪打得翻倒，还真挺吃苦的。虽然挺辛苦挺累的，不过和他之前那种没人认可的经历比起来，所有的付出都算值得了。他那勇于拼搏、毫不退缩的精神，赢得了和他合作的导演、演员们的一致好评。在拍《南来北往》的时候，导演郑晓龙曾夸过他一句话：他毕竟不是专业出身的演员，所以身上那些套路化的东西很少。他自己可能都没想到，曾被观众怀疑走后门，是因为不是科班出身。现在呢，正是靠着这个特点，他才能够快速融入各种风格不同的角色里。也多亏了这个优点，到了2022年，他终于拍出了人生中的第一部火遍大江南北的爆款短剧开端。白敬亭在剧里扮演的是被时间循环困住的游戏架构师萧鹤云。循环剧情真是对演员的实力考验大了去了，他和赵今麦搭档很有火花，表演特细致，把萧鹤云每一回循环里的慌张、内心挣扎，慢慢变得冷静，还有那种试着自救的心理转折，都一层层演给观众看。每个眼神，每次情绪的起伏都拿捏得恰到好处，跟老戏骨搭戏一点也不比差。这部剧赢得了大量观众的点赞，豆瓣评分高达8.2，他也借此机会顺利跻身了实力派演员的行列。接着南来北往、南哄、正当防卫这些作品接连上映，他逐渐巩固了自己在实力派演员中的地位。其中南哄里的桑延这个角色，让白敬亭男主人设天花板这个话题，在1天内的阅读量突破了1集。这部剧在全球190多个国家和地区上线，在许多地方长时间占据榜单前列。TikTok 上的相关话题总播放量已经达到39.65亿次。它也被新华网和工人日报看作是文化出海的典范。就此，那位只会演青春偶像剧、被观众吐槽没有眼神的演技、靠资源吃饭的小白，彻底不见了踪影。现如今，白敬亭已经稳扎稳打，朝着实力派演员的方向努力着。不过他从来没懈怠过，始终在不断尝试新东西。他开了个个人工作室，还投资了影视公司，积极参与到作品的制作当中，对自己的演艺道路有着明确而长远的打算。从他的经历来看，不只是一个演员逐步成长的过程，更体现出了他为演艺事业奋不顾身、愿意坚持一辈子的那份决心。在这个浮躁的娱乐圈里，这份坚持可是难得一见的宝贵品质，值得每个演员都去学习效仿。在《匆匆那年》里那个青涩稚嫩的乔然，到南哄中让整个亚洲市场都为之侧目的桑延，白敬亭走的每一步都带着突破2个字。他努力消除非科班出身的刻板印象，也在逐渐摆脱偶像派的标签，还在不断改变外界对他的各种偏见和负面看法。他没有迷失在一时的流行中，而是把那些质疑和争议当成激励自己向前的动力，持续钻研演技，不停提升。现在的他早就不再是那个在采访里小心翼翼应付刁钻提问的新人了，而是靠作品说话，凭实力赢得认可的演技派。以后路还很长，但看他怎么从风雨中慢慢成长，就能明白他只会一步步走向更宽广的天空。